各位，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一个节目给大家聊了一下朱日河的那几栋沉浸式台北指挥系统建筑。播完了，事后有朋友就问老查，你光带我们看了个房子，然后说这个那个我们那个这一通说，我们根本不感兴趣啊。老查明白，大家呢其实是对会不会打更感兴趣。那当然了，毕竟呢这关系到两岸人民的生活福祉啊。那么今天呢，老查就要用本频道的视角给大家聊一聊这件事啊。我们今天呢干两件事。第一件我们把那些公台推演拿到动机系统论下面造一造，看看他们说的那些在计算的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算到了点上，有什么呢只是纸上谈兵。第二件事是造完之后呢，老查我自己也下场也来给大家算一算。我们先对个账，老查手里这里有张单子，上面呢是过去5年各路人马给这件事开的日期，我呢一条条给大家念一念啊。2021年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呢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原话是这样的，说威胁就是说老共攻台这件事情呢，在这个10年里会显现，其实呢是在未来6年里。各位注意啊，他说的是未来6年，从21年往后数6年，那不就是27年？所以2027年这个数字呢是外面的人替他算出来的，他本人一次都没说过。当然这不明摆着的嘛，你在2021年说6年之内，那这不就是考小学2年级计算题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啊。2023年2月1日，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里汉4星上架一份内部备忘录正式的公文，有抬头有落款，还盖了章。正文第一句是说我的直觉告诉我们会在2025年开战，指令就2个字，快一点就是搞快一点的意思。那我想这位司令呢肯定没有逛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否则他肯定知道搞快点这个词一旦出口那就是来搞笑的。各位，2025年已经过去了，而五角大楼呢当时就做了切割，用的呢是12个字，既非迫在眉睫，也非不可避免好，我们来看第3条第3条是说2023年2月，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他说习主席已经指示解放军在2027年前做好准备。他又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定在27年或者任何一年动手。各位这后半句就有点意思可以说这后半句说的非常准确准到他根本没法上标题。所以我们过去这5年传出去的一直是前半句。这里还有一条要必须给大家念一念习近平那个所谓的27年的指示，他的原文呢可从来没有一个渠道公开过，一次都没有。所以我们所有人读到的都是美国官员的转述。来，我们看最后一条今年2026年的3月18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年度威胁评估，这是白纸黑字写的，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无在2027年实施入侵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我操，那我们念了一圈，念了个寂寞行吧，这单子呢现在也是念完了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非常特别今天是2026年的8月，往回看一部分呢预言已经到期了，那到期的那些呢现在可以查账，那再往前看呢还有一批没到期，最有名的那个日子2027还剩16个月。所以我们正好卡在马后炮和大限将至中间，这个位置可不常有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个既能查账又还没揭晓最终答案的位置。再过16个月呢，这个位置可就没了。到那天所有人都是马后炮，要么是我早说了会打，要么是我早说了他不会打，反正都是我早说了。那这个时候这正着说的反着说的，到时候都有人出来领赏。所以我们的频道肯定不能盯着这些结果。那么现在账对完了开始干活。老规矩，我们要看结构。动机系统4个字，这些报告里面呢只算了中间2个。不过老查这里要先说一句公道话那些推演可不是垃圾老查这几天读下来呢，那全是真功夫一份最有名的推演了24次，想定的年份就是今年2026年。里面有鼻子有眼美军阵亡3200人，飞机270架，舰艇17艘，日本飞机112架，军舰26艘，解放军战机155架，主要舰艇138艘，甚至连这种细节都有90%的飞机损失发生在地面上，它没起飞就没了。这些数字呢是有人一遍一遍推出来的，我们呢不能糟蹋别人的劳动成果，但是我们得把它拿到动机系统论下面来造一造。先给新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动机系统这4个字呢，
动是说驱动力，就这件事啊，这股劲儿从哪来的？机呢是触发条件，什么情况下它会启动？系呢是结构组织，谁执行怎么执行谁验收。统是自我强化，就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啊，系统呢会变得更想做，还是说想彻底放弃？来，我们一个个来对一遍啊。我们呢先说动，各位啊，这些东西啊都不需要分析啊，因为他们自己就写在那儿呢。老查呢再把原话念给大家听一听啊。原话是：玩家扮演的是军事指挥当局，而不是文职统帅，因此每一轮推演当中不存在政治与核决策。我们再听一遍啊，不存在政治与核决策。那政治决策是什么呀？那才是动啊，那才是这股劲从哪儿来的呀？另外他还写着，他说本报告不评估战争爆发的概率，他还写着不研究封锁。来，各位，老大问问大家，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些内容？我们之前听到的是不是就是推演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损失等等的？这里呢，老查呢我先不评论，我们呢先继续啊。再来下一个机，他算了一半啊，天气窗口、海况、预警时间呢，这些他都有，后面还有一半等着老查呢我们来补。系他也算了，而且算得极细，哪支部队上，从哪出发，多少天会到，后勤能不能跟得上，这一格他满分。那统呢，打完之后这个系统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它的时间轴到了停火那天呢就断了。各位，这一格空的最要命啊，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仗打完了那天事情才刚刚开始啊，你赢了怎么办？你输了怎么办？你2300万人怎么办？你的港口谁修？你的台积电还在不在？你的国际影响怎么修复？这篇报告里面啊，一格都没有。所以啊，我们把我们的成绩单给摆出来啊，动它空着，机它有一半，系它满分，统它空着。各位，考试的时候4个大题，中间2道题做得很漂亮，头一道和最后一道空着，那能及格吗？这时候啊，一定会有内行的朋友要来教育老查了，说老查你不懂，你是个外行，你不能建模的东西本来就应该声明你没建模。对，完全对，这话一个字没错。所以老查今天的判定是这样的，在不是动机系统论的分析里，这些推演在自己划定的射程之内成立，他没造假，他甚至比大部分的自媒体诚实得多，因为他把自己不打算计算的东西也写在了纸上。但是在动机系统论的分析下，它就是一个没有动这个起点，也没有统这个终点的，它是一个不及格之作。它是一份非常好的验尸报告，可是各位，验尸报告呢是人死了以后才写的，而老查这个频道呢，偏偏要问的是另外2件事。第一，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走到那一步？第二，真的走到那一步，谁来收尸？前面那个问题问的是动，后面的这个问题问的是统。而这些报告呢，一头一尾，正好一个都没有。那么来，我们呢自己来算。今天啊，我们只详细算一个字，动，其他呢我们就快速推，因为动如果不成立啊，其他都白扯啊。所以打台湾这件事对北京来说，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各位啊，这里有个岔路口啊，绝大部分人在这里呢都拐错了。大部分人的答案是统一啊，当然统一啊，因为他想要统一，所以他才会打嘛。但老查的答案不是这个，老查认为啊，对集体皇权来说，最值钱的资产从来不是完成统一，而是另外5个字。这5个字是我随时可以。我们把这5个字掰开啊，随时可以，只是还不想，这是个什么状态啊？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状态，你没法反驳它，你没法验证它，你只能相信它。各位，一个不能证伪的东西是不可挑战的，这才是集体皇权最需要的东西，它不是赢，它是不可挑战。那好，那开火又意味着什么呢？开火就意味着你把一个不可证伪的东西换成了一个可以结算的东西。打赢了，账出来了；打输了，账单呢也出来了。有输赢就有代价，就要有人要负责呀。各位，集体皇权最怕的不是打输，是被结算。老查在这里打个比方，你手里有张彩票，你一直没去兑奖，只要你不兑，它在你心里啊，它永远是个500万。但如果你去兑了呢，它可能是500万，它也可能是5块钱，它甚至啊让你连赔的连路费都不够。那么那个不去兑的状态本身啊就是个资产。各位啊，这个感觉啊，其实你我都熟啊。
你有没有一件事，你跟自己说了10年要做，却一直都没做？你不是做不到，你是知道只要没做，它就还是一句我能，我可以。但如果你真的做了，它就变成了一张成绩单，你就要拿出来亮相。我们大部分人啊，一辈子呢都在保管那句我能，我可以。所以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把合法性架在必然实现上的系统啊，它只会比个人更会这样。好，我们快速找下一格啊，鸡什么条件会触发？各位，这一格啊，我觉得是真正该盯的地方，也是老茶唯一觉得呢后背发凉的一格。因为动这一格算出来的不是划算，不划算啊是常态，而鸡算的是什么情况下常态会被打断。在老茶看下来啊，有3种机会啊。第一呢是台北那边呢越过一条线，第二呢是华盛顿那边越过某一条线。但其实呢，最麻烦的是第3种，系统里面自己出事了，需要外面的火光来吸引目光。前2种各方呢都清楚，也都小心，所以反而不容易失手。而第3种呢最难预测，因为它不取决于台湾，它也不取决于美国。所以各位记住这一格的结论啊，它不是安全，这一格的结论是这件事的开关其实不在海峡上。来，我们继续啊，再往下扫一格，细谁执行谁验收。上一集啊，老茶说过啊，官僚系统爱的是啊可视化、能拍照、能上会的东西。盖楼可以验收，威慑力度的变化它没法验收。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条推到极致啊，一场登陆战是这个系统能想到的最难验收的东西。它不可逆，它没有中间态，它一旦启动，所有人的位置都压在了上面。而这几年呢，军队高层的人事变动啊，各位自己也看到了，老茶这里也就不展开了啊。而且隔壁那个落魄的老大哥一次又一次的用实际行动在给演示，代价可不是一般的大。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统啊，这一格最有意思。这几年一个动作重复一次，这个随时可以啊就更结实一点。军演一次，卫星图一张，报纸一轮，每来一次啊，这个状态呢就被加固一次。各位，这就是自我强化，它不需要落地，它靠一直不落地来增值。而且各位呢，这里有一个今年的新情况，很多人啊还没注意到。2026年上半年，老共的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啊，1334架次，比去年同期少了1半以上，3年里新低。而且啊，今年的1到6月，解放军一次大规模环台军演都没有搞，这可是2022年以来啊第一次啊。所以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事是缓和了？别急，据台湾海巡人士向外媒透露的数字，头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公务船、海警、救援、科研这些啊，在台湾周边的数量有所变化。去年6月是171艘，今年5月是200艘，今年6月来到了263艘，再创新高。各位，压力是一天没停，停的不是压力，是工具。这军舰要开过去呢，那叫做军事行动；那海警开过去呢，那叫做执法。一个呢要结算，一个不用，而且执法才是对领土的最佳宣示。这一格啊扫得非常清楚。所以动机系统4个字扫完，频道的老朋友呢应该也明白了，在台海这件事情上，没有年份，没有日期，它就一个方向。在这个结构里，最优解就是悬着，而不是落地。各位，这个判断啊，可不是老茶一个人拍脑袋拍出来的。今年3月那份美国情报评估里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啊从来没念过。他说，中国的官员认识到对台两栖入侵将极为困难，失败风险很高。去年7月啊，还有一份专门推封锁的兵推，结论是封锁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低成本低风险的选项。各位，连那些被骂成贩卖威胁的机构啊，在自己的报告里都是这么写的，只不过这几句也没人会转发。老茶知道啊，有朋友要说了，老茶你这不就是说老公不敢打吗？老茶没说不敢，老茶说的是不划算。不敢和不划算是两回事，前者是胆量，后者呢是账本。在这个频道里推算的老公啊，在1978年之后呢，是一个看账本超过看沙盘地图的执政团队。而且老茶今天必须补一句，这一句很重要，结构不等于预言。结构说的是在没有别的东西压过来的情况下。那有没有东西能压过结构呢？有，它只有一样，那就是个人信念。这历史地位，这人类完成，这超越前面所有人，这与秦皇汉武并列，与永乐康熙齐名。各位啊，这是唯一一个能把账本掀翻了的变量。但是老茶呢，还要往下按一层，
就算是古代时候的皇帝，他也活在这个东局系统里面，他也要被百官验收，他也要面对结算。所以破釜沉舟啊，需要的从来不是勇气，是一个不敢开破釜就活不下去的处境。那今天有没有这个处境呢？老查不知道啊，老查呢也不会装作知道，老查只能告诉大家往哪看。不要看军演，不要看卫星云图，那些呢都是随时可以维护的日常。要看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不打的代价开始高于打的代价。那一天要是来了，这一整本账本就全部作废了。那么在那之前呢，打不打他每悬一天他就多值了一天啊。对了，还有一个事啊，老查想问一句啊，朋友们，老查问问大家，在大陆到底是谁在判人统一？各位想想啊，对集体皇权来说，这件事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直悬着，真正盼着明天就动手的是另外一批人，因为啊，他们觉得这些账单呢不会寄到他们家。和平太久的年代啊，让一些人呢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各位别看这两拨人啊喊的是同一句口号，但是一波要的是这句口号一直有效，而另一波要的是这句口号马上兑现，最好立马兑现。一直有效和兑现这两件事啊是反着来的。OK， 这句话咱们问完了，老查呢也不打算展开。最后说几句啊，各位，如果今天这一集只能带走一句话，老查呢希望是这一句：2027年它不是一个日期，它是一张卖了6年的期权。而期权这个东西到期的时候，最常见的动作不是行权，是展期，因为展期比行权更划算。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台湾这边，台湾就这么一直被悬着吗？要讲这个呢，得从头讲，要从讲台湾独立这4个字在结构上到底卡在了哪里。老查的中东台系列节目专门讲过，链接呢在节目后评论区呢也会贴上，大家呢可以去观看去评论。那今天最后留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不打是因为不划算，那么这笔账有人在不停的替北京去算，那台湾这边又该如何应对呢？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摸。